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萨偏偏。今天咱们看看一部网飞高分韩剧《D.P. 逃兵追击令》。小白是一个外卖小哥，这天晚上他照常去送餐，把外卖和找零交给孩子。小白正准备离开，却被这家的女主人拦住。女主人怀疑小白没找零钱，但我们都知道小白确实把找零交给了孩子，明显是孩子自己骗了妈妈。好在这家的男主人及时拦住，小白才得以脱身。结果刚回餐厅，小白就被老板一顿训斥。原来女主人投诉了小白，老板打算开除他，但小白却不以为然，因为明天他就按照韩国法律去部队服兵役了。这里我们简单说一下，韩国是个征兵制国家，所有20到28岁的男性公民，只要体检合格，都必须依法服役至少23个月。哪怕你是正当红的明星爱豆，也逃不掉。拒绝服役会被判刑监禁。如果上了大学，一般会在大2的时候办理休学，然后去当2年兵，接着再回来继续念大学。也有人选择毕业后考研，但念完研究生依然要服役。只有那些有严重疾病或者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才可能减免兵役。服役期间训练和日常生活都极为艰苦，而每月的津贴折合人民币还只有约1800元左右。咱们回归剧情，老板依旧不依不挠，小白被骂得不耐烦了，让老板赶紧把拖欠的工资通通结清。老板却一直在打太极，小白彻底没了耐心。小白骑走了老板的摩托车，转手就给卖了。面对老板的报警威胁，小白也没在怕的，还警告老板，如果继续缠着自己不放，就检举他违反劳动法。挂掉老板的电话以后，小白就进了新兵告别的会场。这会儿会场里已经聚了不少人，即将入伍的新兵纷纷跟自己的亲友道别。新兵入伍第一件事就是先接受5周的军训，不过这个阶段剧中并没有他的镜头讲述，感兴趣的小伙伴推荐去看一下美国老片《全金属外壳》，这里我们也不做展开。总而言之，就是不停地对新兵进行折磨和洗脑。5周以后，小白等人通过考核，并因为身高超过175被分进了宪兵队，也就是专门负责管理士兵的军队警察，在国内一般叫做督察。不过这里我想吐槽一句，按理说宪兵在军队里属于非常重要的岗位，长得高就能当宪兵，这种选拔机制多少有点草率了。先入伍的宪兵和老兵们一起在营房宣读宪兵誓言，话都是好话，但宪兵军人的情况却跟他们的誓言大相径庭。营房里有个霸道的老兵黄兵长，刚回了营房，黄兵长就开始教训同房的眼镜哥。眼镜哥刚升了1等兵，按照韩国兵制算，应该是至少服役1年了。黄兵长训着眼镜哥天天看漫画，不好好管理新兵，随后把他拉到墙角，再2下就把眼镜哥推到了墙上，脑袋一直磕在了墙上的钉子上。收拾完眼镜哥，黄兵长又把矛头指向了小白，让他背部队梯子表。小白流畅的背诵，但黄兵长依然不打算放过小白，他就是故意来找茬的，甚至教训眼镜哥，估计也是为了吓唬小白。现在一计不成，他就把小白叫到了那个墙角。黄兵长抬手推过去，打算也让小白喝个头破血流，结果被小白躲过，这下可激怒了黄兵长，一把放倒小白，掰了小白的嘴就要往里吐痰。好在这时外面的广播响起，打断了黄兵长的施暴，小白算是勉强逃过一劫，但他当众驳了黄兵长的面子，也让老黄从此恨上了小白。这里注意，刚刚黄兵长的所有施暴过程，一帮的士兵们甚至懒得多看一眼，说明这种情况已经司空见惯了。在宪兵的营地里有一个专门的机密室，时时刻刻都要有人把守。今天轮到小白值班，在眼镜哥换班的时候，小白才得知眼镜哥入伍之前是个美术老师，而且还是个老2次元。临走之前，眼镜哥对小白说了一句：“우린나중에애들한테잘해주자。”这里是个小伏笔，咱们讲后面剧集时再回收。小白值班的时候，突然看到其中一间牢房里，咱们书中代言，这2个人就是小白的父母。小白从小就生活在老爹的家暴阴影里，正愣神的功夫，小白醒了，原来刚刚看到的都是幻觉。醒来第一件事依然是被黄兵长欺负。黄兵长以另一个老兵的乳液丢了为由，让所有新兵原地罚蹲马步。倒霉催的眼镜哥更是直接当了黄兵长的凳子。黄兵长挨个问话，但就是没人承认。他刚才命令所有新兵交出自己的所有私人物品，他又挨个盘查。黄兵长一直想找小白的茬，很快就盯上了小白的老妈寄来的信。奇怪的是，小白一封信都没有拆。黄兵长不仅当众念了信，还各种侮辱小白是乞丐。小白一忍再忍，可黄兵长越说越来劲。被驳了面子的黄兵长这会儿也干脆不装了。나오늘이새끼쏴버리고타령할라니까。话还没等说完，突然被一个穿西装的大叔打断了。哎，这不是果焕他爸吗？ 아이고 성사장。 进来的这位衣着很像乡镇企业家的大叔，是宪兵里面专门负责外出抓逃兵的 D.P. 部队领导朴中士。他之所以穿便服留长发，就是为了更像韩国平民，方便外出抓人。朴中士把小白带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开始盘小白的底细。
朴忠氏凭借小白手指的老茧猜出小白会拳击，小白再借助镜子的倒影答出了朴忠氏的袜子款式。朴忠氏一下对小白产生了兴趣，正准备多聊两句，结果手机响了。朴忠氏一看坏菜，自己今年晋升的事又黄了，当即招呼小白站着等会儿，自己转头去找团长问情况。团长就像退休老干部一样，坐在自己办公室摆弄着盆景，见到朴忠氏过来，也没有停手的意思。朴忠氏一通哭诉，他兢兢业业搞工作抓逃兵，绩效年年达标，但升官从来轮不上他。团长表示，你说的对，你的能力确实很强，但就不给你升官。然后拉着一脸委屈的朴忠氏找地方喝酒去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朴忠氏半路被叫走，把小白晾在了办公室。咱们的小白也是个实诚人，真听了朴忠氏的鬼话，等了一整天。眼瞅着到了晚上，小白没有等来狗焕他爸，倒是等来了善宇。前面我说过，按照条例，军队里应该都是寸头哥。这个发量感人的分头哥，自然也是DP的人。分头哥对着小白一通调戏，还抱怨最近没有逃兵，他都不能出门公费旅游，那憋的是相当难受。等了半天，朴忠氏也不来，分头哥转身离开了办公室。小白忽然注意到桌子上的一个笔记本，里面记录了一个逃兵信息。此人已经逃走半年多，一直杳无音讯，唯一的有用信息就是一张半夜3点多逃兵在江南区送花的监控截图。照片上写着一些推测，这个逃兵有可能是去见自己的女朋友了。小白正若有所思，朴忠氏终于回来了，看样子跟团长喝了不少，却并没有解决他生正男的问题，所以憋了一肚子火。一见小白居然还在等他，朴忠氏有些意外，随手招呼小白赶紧走。小白刚要走，又转头来问朴忠氏，逃兵是不是不能用身份证？朴忠氏被问的一脸蒙圈。朴忠氏骂走了小白，点上一根烟，开始思考小白的话，突然想到了什么。第二天一早，朴忠氏又找到小白，他做完连夜调查，发现那个逃兵果然在做服务生。小白的思路完全正确，他要出兵抓人，但负责抓人的第一批缉捕组长最近一直在住院，他手底下缺人，所以朴忠氏希望小白加入DP。这一切都让一旁的黄兵长看见，他满脸的不可置信。一个不听老兵话的新兵蛋子，怎么就拿到了特警队兵营里最肥美的差事？同样难以置信的还有小白的新同事分头哥。这里我解释一下，按照本剧的设定，DP小组成员除了能蓄长发、穿便衣，只要部队里出了逃兵，他们就可以变装出门，还有车马预算跟出差补助，并且全程只跟领导单线联系。这种极高的自由度对讲究纪律的军队来说，何止是香，简直是香爆了。小白和分头哥领了便服和逃兵资料，一路赶到首尔江南区。下车之后，小白正打算打开资料去他们之前定位的旅馆抓人，分头哥却完全不在乎，抓什么人？跑首尔就是来度假的，一个逃兵又跑不了，等吃饱喝足再说。分头哥拉上小白就去了饭店，酒还没喝几口，又带他来到一家高档 KTV， 最后开始介绍他的小伙伴。总之，这群人为了逃兵役，那是8仙过海，各显神通。分头哥之所以老老实实服兵役，只是因为他爸正在竞选区厅长，所以只好让儿子为国尽忠。抬头看一屋子公然违法的能人，低头看菜单上长得像电话号码的物价，小白是又蒙圈又局促，只能闷头喝酒。接着给分头哥买新酒套的空档，小白出了 KTV。他本来想给老妈打个电话，可刚听到老妈的声音，小白就赶紧挂了电话，默默地点上了一根烟。小白和家里到底发生了哪些故事，咱们暂且按下不表。这时候走来一个穿雨衣的男人找小白借火，小白想都没想就把自己的打火机给了雨衣哥。看到小白冒了下的寸头，雨衣哥突然问小白是不是从部队休假出来的。思维混乱的小白随口应了声是，又回到了 KTV 包间。借着酒劲儿，小白也玩嗨了。直到第二天早上，趴在网吧犯迷糊的小白被朴忠氏的夺命连环 call 吵醒。小白刚接起电话，就被劈头盖脸一顿骂。原来他们要追捕的逃兵在今天凌晨烧炭自杀了。小白一脸难以置信的打开了从前从未开封装有逃兵信息的文件袋，逃兵居然就是昨天找他借火的雨衣哥。这时候小白才想起了他跟雨衣哥借火的时候透露了自己是军人的事，让雨衣哥遇到了危险。雨衣哥回到宾馆后，想到自己在部队里就天天挨老兵揍，逃出军营之后因为没有身份证，只能干些打杂的活，依然要被人霸凌。现在又被 DP 组找上门来，雨衣哥彻底绝望了。他买了木炭，用小白送到的打火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医院里，面对雨衣哥家人的痛哭，小白百感交集。他本来有能力制止悲剧的发生，如果他能坚持先抓人，雨衣哥也许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但总归能保住一条命。可因为他们的疏忽，或者叫渎职，眼前就只剩下了一具冰冷的尸体。闻讯赶来的朴忠氏厉声质问二人干什么吃的，分头哥百般抵赖。朴忠氏又问小白，小白却一言不发，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昨晚发生的一切。见小白沉默不语，朴忠氏拿出了一个证物袋。朴忠氏转身离开，分头哥提醒小白，昨天发生的一切一定要保密，不然俩人就要有麻烦。见分头哥毫无悔意，甚至对逃兵的死毫不在意，积压了一肚子火的小白终于爆发了。重重的拳头即使在打分头哥，也仿佛是在打小白自己。即便被阿宝摁住，小白依然没有停手的想法。
D.P. 逃兵追击令的第1集也就到此黑屏结束。总的来说， D.P. 逃兵追击令作为一部军旅题材的作品，少见的聚焦到逃兵这个群体，并且一改逃兵等于政治错误的原则，大胆披露韩国军营的一些丑恶现象。本集的雨衣哥虽然出镜只有1分钟，却仅用2组镜头就表现出他逃走的原因，那就是军营霸凌。如果你看过相关新闻，应该知道韩国军队的军营霸凌也算是个老大难问题。其中既有韩国全民服役、军人待遇一般又缺乏荣誉感的问题，也有无处不在的韩式长幼尊卑观念。像军中不可一世的黄兵长，他可以凭借自己资历老、年龄大，随随便便践踏他人的尊严，而其他战友仿佛司空见惯，因为他们要么是同样欺压新人的老兵，要么是敢怒不敢言的新兵。等新兵熬到了年纪，又会变成欺压新人的老兵。熬来熬去，军队霸凌问题成了韩国军队的顽疾。加上军队内部其他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一部分人选择了忍耐，直到有一天自己会退役或者变成老兵；另一部分人则只能像军中那样选择悲伤耻辱的逃命的骂名。关于这种行为，我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军营生活，也不好下结论，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和谐讨论。不过看完本剧之后，还是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震撼。我以前一直觉得韩国这种全民皆兵的制度是一种维系武德的优秀方案，但如今在第一批逃兵追击令的故事里，越来越多的黑暗面被展现出来，特别是韩剧制度的缺陷引发的士兵极端心理，让我这个天天拿凶杀惊悚下饭的人都深感不寒而栗。虽然不太想在结尾硬升华，但还是忍不住想说一句：能是在中国真好。目前咱们只讲了1集，如果你还想继续听偏偏解说这部剧，可以来咱们的老地方 XPP@DP 订阅偏偏的最新专栏，一口气看完 D.P. 逃兵追击令的全6集，跟着我一起感受一下韩国军队中不为人知的逃兵世界。那么我们一会儿见，拜了个拜。